艾弗恩 SCAR 一管生不逢时的次时代步枪。21世纪初，艾弗恩公司专门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研制了一款突击步枪，也就是 SCAR。相比较美军现役的 M16 与 M4，SCAR 的导气方式更平稳，维护也更简单，并且具备高度模块化，可以在 7.62 毫米和 5.56 毫米之间切换。只可惜性能好不代表能够大卖。2010年 SCAR 出现了意外，美军大幅度削减订单，在其他国家的外销上大多也是事实而已。问题来了， SCAR 性能超越 M16 与 M4， 为什么外销那么惨？美军又为什么取消 SCAR 的订单？二战结束之后，单兵武器需要迎来新一轮的改革。步枪射速太慢，冲锋枪的射速足够，但是威力太小。于是 M16 和 M4 横空出世，承包了美军海陆空三军的单兵武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款枪械也有些力不从心。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威力。因为防弹衣的普及， 5.56 毫米子弹清澈性较差的缺点彻底暴露了出来。实际作战时，在200米之外， 5.56 毫米子弹的速度会明显降低，无法击穿防护级别不断提高的防弹衣。自2001年投入阿富汗作战以来，美军特种部队对突击步枪的远距离穿透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 7.62 毫米。美国从 7.62 毫米口径更换为 5.56 毫米，最大的问题就是杀伤力太大，现在又换回来，明显不合适。于是在2003年10月15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公开提出特种部队战斗突击步枪计划。当时的要求是使用模块化设计，可兼容 5.56 毫米和 7.62 毫米口径弹药，还可以更换不同长度的枪管，并作为美国军队所有特种部队的常规单兵装备，取代 M4A1、M16A2 等步枪。在此之前，美国特种部队的制式枪械与常规部队相同，只是可选择的枪械更多。不同的特种部队装备的枪械也不相同，在后勤上极为混乱。美军推出统一特种部队的枪械也是一次新变革，最终成果就是 SCAR 步枪。SCAR 突击步枪是比利时艾弗恩公司根据美军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的要求设计的一款模块化突击步枪，也可以算是第3代 AR 系列。从设计上解决了老型号过热、机构等问题，人机功能更好，不仅能在 5.56 毫米和 7.62 毫米口径之间转换，还能互换近战、标准、加长等多种长度的枪管。每一个型号都有近战型 CQC、标准型 STD 和狙击型 LB， 模块化的特点直接拉满。不过在竞争美军 SCAR 项目时，很多人更看好 HK 公司设计的 XM8。就性能来看， XM8 的确不错。在2007年7月，美国陆军准备了一个测试 M4、艾弗恩、SCAR、HK416 和 HK XM8， 在极端沙漠测试场试射，每一支步枪发射6000发子弹。在测试中， SCAR 突击步枪卡弹226次，比 XM8 的128次卡弹更严重，但赢过 M4 的882次卡弹，与 HK416 的233次卡弹。至于美军为什么没有选择 XM8， 大概是 XM8 为了减重，大量采用非金属零部件，质量很难达到标准，还有就是枪管较短，很难满足需求。所以美军选择 SCAR 也是众望所归。2004年，美军决定采用 SCAR 系列，其中发射 5.56 毫米弹药的 SCAR-L 编号为 MK16， 发射 7.62 毫米弹药的 SCAR-H 编号为 MK17。艾弗恩为 SCAR 项目中推出的枪组中，还有艾弗恩 40GL， 也就是在 SCAR 步枪的基础上加装40毫米榴弹发射器，编号为 MK13 Mod 0。在之后的2010年，美军还同意 SCAR-H 的狙击型 MK20 的生产许可，并于2011年年中装备部队。就外观来看，只看弹匣就可以区分艾弗恩 SCAR 的3种类型。采用弧形弹匣的是 SCAR-L， 采用直弹匣的是 SCAR-H， 加装榴弹发射器的则是艾弗恩 40GL。 按照美军的计划， MK16 要替换 M4A1、MK18 和 MK12 SPR， MK17 则替换 M14 和 MK11。就性能来看， SCAR 枪族绝对有这个能力。艾弗恩公司研发 SCAR 步枪时，突击步枪的精度、可靠性、携行性、易操作性已经发展成熟，而 SCAR 在高性能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战术步枪。与 M16、M4 相比， SCAR 步枪的导气系统与弹匣更可靠。M16、M4 的自动方式属于气吹式，火药燃气通过导气管直接吹入枪机框，从而推动枪机解锁和子弹脱壳。优点是省掉了活塞和活塞杆，结构比较简单，后坐力更小。但缺点呢也很明显，火药燃气直接进入枪机模组，容易把火药残渣带入枪机模组内，从而形成积碳。如果枪里进了沙子，那就会影响武器的自动循环。
M4 在测试中一直卡弹，正是这个原因。针对这个问题 ，Scar 步枪采用了短行程导气活塞，与 HK416 一样，即使是在沙尘、油污严重的情况下，导气系统也可以驱动枪机组件工作，不会卡壳或是卡弹的情况。Scar 有2种版本 ，L 型和 H 型。L 型使用类似 M16 的弹匣，只不过是钢制，比 M16 塑料弹匣更重，但强度更高，可靠性也更好。H 型使用 FN、FAL 的20发弹匣，其后坐力也是现代枪械的典范。Scar H 的后坐力明显小于 G3、M14 等前辈。Scar L 与 AR-15 相比，其实感觉不到太大的差距。5.56毫米步枪的后坐力已经很小了，并且相比较其他步枪 ，Scar 从头到尾都是战术导轨。在铝制外壳正上方排开2组可拆式导轨，在侧面下方还可挂标准配件。握把部分和 M16 用的握把可互换，弹匣和弹匣释放钮也和 M16 相同。前准星可以折下，不会遮挡瞄准镜或是光学瞄准器。当然 ，Scar 的重点还是模块化，可以根据部队部署情况选择5.56毫米或7.62毫米，可以减少训练时间，提高任务效果与特种部队成员在紧急情况时的应变能力。而且2种口径的枪支都可以更换不同长度的枪管，成为近战型、标准型或者狙击型。后勤部门不再需要供应所有枪型，只需要供给不同型号的枪管就能满足需求。并且 Scar 大范围使用聚合物材料零件，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也推动了枪械的进一步发展。操作性和适应性也很好，采用左右侧近似的操作，具有可同时折叠、调节长度和托腮高度的枪托。凭借着这些优势，从2004年开始 ，Scar 步枪就陆续装备美军特种部队。只可惜，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2010年6月，美国军事评论网站报道，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突然决定取消 Scar 步枪的购买计划，转而订购现有的其他步枪。美军态度的变化导致 MK16 几乎失去所有订单。MK17 的情况稍微好点，但预算也大幅缩减。按照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解释，综合考虑经费因素，与美军现有步枪相比 ，Scar 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瞧着这说的。艾芬公司按照美国特种部队的需求研制出 Scar 步枪，都已经确定采购进入部队服役了，现在却又来了一句没有明显优势，妥妥的无良甲方。不过等到2010年7月初，艾芬官方宣布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砍掉 MK16 纯粹谣言，真实并无此事。之后又有消息称，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决定提出动议，要求为 MK16 和 MK17 研制通用机匣提供资金，也就是以 MK17 的机匣为基础，只需要少量转换工作，就能迅速将其改变为发射 5.56 毫米的 MK16。言外之意就是 Scar 步枪的通用性太好，仅购买 MK17 就行了。所以也有人猜测，停止采用 MK16 的原因就在这儿。之前美军还曾考虑使用 Scar 全面取代 M4，2007年的测试项目就是为了取代 M4 而准备的，但结果依旧是无果而终，美军依旧在使用 M4A1 枪组。除了 MK16 停止采购无法取代 M4 之外，艾芬 Scar 又修改型号，参与了美军常规部队的2个 5.56 毫米项目，陆战队的 IAR 和陆军的 FN-AC， 但前者输给了 HK IAR， 也就是现在的 M27， 后者直接下马取消。除去美国 ，Scar 闯荡国际市场后也没有什么前途。虽然数十个国家的特种部队都兴趣浓厚，但结果都止于试用和有限装备。就结果来说 ，MK16 没有投入使用是事实，Scar 步枪的外销受阻也是事实。问题来了，明明性能并不差，也没有明显的缺点，那为什么 Scar 步枪的外销那么困难？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只能说 Scar 步枪有些生不逢时。论性价比 ，Scar 步枪比不过 M16、M4， 可以说以 M16、M4 供应链的完善程度，当今其他任何一种枪械都无法比拟。而 Scar 最大的黑点就是价格太贵，美军采购一支 Scar 步枪的价格大约为18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一支 M4 卡宾枪裸枪的采购价是587美元，即使升级改造后的 M4、MWS 模块化武器采购价也不过900美元。如果火力军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任职，自然也是选择 M4、M16 而不是 Scar。对于美国而言，给近100万的陆军部队更换枪支，这笔开支并不小。考虑 Scar 的价格，美军替换枪支的花费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再考虑到配件、射击训练等，上百亿美元轻松就花出去了。金钱开支和时间消耗是美军难以承受的。最主要的是，美军士兵目前的 M4 等枪型还不算旧，整体状况很可观。以一款性能没有明显差距的新枪将它们替换下来，有些不值得。所以这就很明显了，压制 Scar 的正是这些老前辈。
就当前的枪械市场来看， Scar 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传统的 M16、AR15 以及以 G36为代表的其他成熟 5.56 毫米步枪。这些枪械能够获胜的原因也很简单，出现的时间足够早，先一步占领了市场，并已经建立了客户的使用惯性，甚至已经发展出第三方改进与合作服务市场，根基很是牢固。除了价格原因， Scar 外销受阻也与性能有关。当然，这不是说 Scar 不好， Scar 的性能值得肯定，其模块化与高性能谁都无法否认，综合性能指标也强于 M4。 但必须要说的是，这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与现有步兵轻武器相比， Scar 并没有质的提升，自然不容易赢得换装机会。就跟上面说的那样，突击步枪的精度、可靠性、携行性、易操作性已经发展成熟饱和。在现有科技条件下，任何步枪的威力和精度都无法大幅度超越 M4、M16 为代表的枪组， Scar 自然也在此列。而且美军士兵已经以 M4 为基础，加上其他枪支型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轻武器体系。Scar 直接闯过去，会颠覆整个轻武器部署体系，士兵的新枪训练、旧枪处理都是问题。与 Scar 相比，反倒是 HK416、M27 尽可能利用 M16、AR15 的特征优点，在简单优化和扩展功能后，以一种换装成本和阻力更小的方式打入美军内部与其他装备 M16 的国家。总的来说， Scar 的性能并不差，但 5.56 毫米弹药本身就是潜力穷尽的口径，步枪想要换代，肯定要新的技术革命。比如美国次世代班用武器计划的结果就是 M7， 口径 6.8 毫米，用于取代 5.56 毫米的 M4。 在此之前，从已有的 5.56 毫米平台换成另一个新 5.56 毫米平台的消费比极低，不如缝缝补补进行小升级。所以只能说 Scar 生不逢时，在市场固化的阶段，谁来都是一样的。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同为特战装备， Scar 和 HK416 哪个更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